绿联闪充派 300W。你在买它之前，是不是至少想过这几个问题？它标注有300瓦的输出功率，有没有虚标呢？用起来会不会很烫？它的输入是100到240伏，那我出国旅行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呢？它有5个输出口，在多口输出的时候，功率分配是不是和标注的一样？最后还有这根电源线和这根240瓦的 C 口线，是不是真的能承受这么大的功率？本期视频我会让它全功率工作，去验证一下参数表里的每一个项目。300W 的外观设计真的非常简约，正面有4个 C 口和1个 A 口，背面有一个交流的输入插口，底部呢还有软的防滑胶。在机身上面没有固定任何一根电缆线，这样的设计不用担心在收纳的时候把线弄断。机身的宽度有53毫米，高度有96毫米，纵深有112毫米，机身的重量有834克，加上电源线和 C 口线总共有1053克。这个充电器已经有人拆过了，我就不拆了。本期视频的重点是通电实测。这个充电器的最低工作电压是交流100伏，我得先测测它的最低启动电压是多少，因为这关系到你要是去到一个电压波动不是很靠谱的地方，你还能不能够持续获得电力。现在电压是106伏，我先给它调低到50伏以下，现在只有40伏多一点。这么低的电压，充电器肯定是无法启动的。我现在开始把电压调高，看看调到多少伏的时候能给手机充电。50伏。60伏，70伏。刚才在78伏的时候，充电器已经启动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充电器在交流80伏的时候就可以启动工作。大多数的充电器需要90伏才会启动工作。绿联的这个 300W 在80伏就能启动，我有点意外。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容忍更恶劣的电压波动环境。现在把电压从正常的220伏开始往上调。我们常用的过压保护器一般会在265到275伏之间启动过压保护，然后断电。现在把输入电压升高，看一下 300W 是会损坏还是能继续正常工作。230伏。240伏。250伏。257伏，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大电压。它并没有损坏，还能继续工作。也就是说，你家里的电压要是忽高忽低，300W 仍然可以给你提供电力。这根电源线我实际量过，长度有1.5米。线的监制商是绿联公司。线芯用的是0.75平方毫米的导线。还有它这个抗干扰磁环是真的磁性材料。
绿联 300W 的总功率也只有300瓦，去测量电源线的功率损耗虽然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对产品的态度。它标注的最大输入电流是 4.2 安，一会儿我直接让电源线流过 4.5 安的电流，看看它在极限工作状态下的功率损耗。在实际通电流之前，先测一下连接器加电线的总电阻值。火线的电阻有39毫欧，零线的电阻有37毫欧。把它短路以后，这根线的总电阻有73毫欧。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我的这个短路环连接是可靠的。先把电源插座连接到可调电流源，去掉插座的外壳是方便一会儿测量。现在把电流加到 4.5 安。好，现在是 4.68 安。短路环上面的压降只有 2.8 毫伏。整根线上的压降有335毫伏，乘上电流 4.68 安，总共的损耗只有 1.5 瓦。现在的气温是26度，我满功率烧了5分多钟，感觉不到一点热量。从测量结果看，这是一根很不错的电源线，起码可以看出绿联对品质的把控还是到位的。闪充派 300W 除了这根电源线，还配了一根240瓦的双 C 口线。包装盒上面标注了内附240瓦的快充线，我们来验一下真伪。长度我实际测过，有1.5米。外皮是编织线，重量有 48.9 克。先读取一下它的 eMark 信息。这是一根 USB 2.0 的双 C 口线，支持50伏5安的功率，也就是极限250瓦。来，先记住这个数字。根据协议规范，电源正极的压降要小于500毫伏，电源负极的压降要小于250毫伏。也就是说，在5安电流下，整根线的压降要低于750毫伏。我现在给它输入5安的电流，看一下它在极限工作状态下的电压降是多少。设定一个5安的电流，启动电源。现在是5安的电流，正极的压降是357毫伏，低于500毫伏。负极的压降是266毫伏。比250毫伏高了一点点，但是总的压降是低于750毫伏的，所以这根线传输240瓦是稳妥的。现在气温27度，顺便再测一下它的直流电阻。负极的电阻是53毫欧，正极的电阻是70毫欧，相当不错的一根线。现在我要测一下闪充派 300W 的待机功耗，这关系到你要是没有用它，又忘记拔掉电源插头，每天它会给你用掉多少电。现在是国外110伏供电的电压，待机功率在 0.5 瓦间歇性跳动，平均算下来大概 0.3 瓦左右吧。现在是国内220伏的电压，待机功率还是没有变化，还是 0.5 瓦间歇性跳动，平均算下来也是 0.3 左右。虽然在国内和国外待机功率都是 0.3 瓦左右，但是为了用电安全，不用的时候还是把电源拔掉吧。好，我们现在去测量每一个输出口的快充协议。总结下来，
PD 协议除了 A 口以外，其他4个口都支持。其中 C1 口支持 PD 3.1，最大到28伏的电压，140瓦的功率，支持 APS。C2 和 C3 口支持 PD 3.0，最大21伏的电压，105瓦的功率，也支持 PPS。C4 口支持 PD 3.0，最大电压到20伏，最大功率只有48瓦，支持 PPS。对于 PE 协议，5个口除了 C2 以外，其他4个口都支持 PE 协议。对于苹果 2.4 安的充电协议，除了 C1 口以外，其他4个口都支持。对于 BC 1.2 的协议，5个口全部支持。对于三星的 AFC 协议，也是5个口全部支持。对于华为的 FCP 协议，也是5个口全部支持。还有华为的 SCP 协议，也是5个口全部支持。对于 QC 2.0 协议，5个口全部支持，但是只有 C1 和 C4 口支持20伏的电压。对于 QC 3.0 的协议，5个口全部支持。现在我要对每一个输出口的纹波进行一个测量。先说明一下，纹波多大算大，多小算小，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一切取决于用电的设备能够接受多大的纹波。这里测量纹波只是让你了解它的性能，至于充电的时候多大的纹波会影响手机的工作，我们到评论区去讨论。先测空载的纹波，从 C1 口开始。接下来我会展示测量的专业数据，如果你是非专业用户，看不懂的话，可以快进跳过，去观看这个测试的总结。C1 口5伏电压，纹波平均有35毫伏，9伏的纹波也平均是在35毫伏。12伏的纹波平均是在45毫伏，1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50毫伏，20伏的纹波平均是在100毫伏，28伏的纹波平均是在50毫伏。现在换 C2 口，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80毫伏，9伏的纹波平均是在75毫伏，12伏的纹波平均是在90毫伏，1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90毫伏。20伏的纹波平均是在25毫伏。现在换 C3 口，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85毫伏，12伏的纹波平均是在95毫伏，1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95毫伏，20伏的纹波平均是在30毫伏。现在换 C4 口，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20毫伏，9伏的纹波平均是在33毫伏，12伏的纹波平均是在35毫伏，15伏的纹波平均是在40毫伏，20伏的纹波平均是在50毫伏。现在换 A 口，5伏的纹波平均在16毫伏，9伏的纹波平均在30毫伏，12伏的纹波平均在28毫伏。现在测满载的纹波，我们倒过来，从 A 口开始。5伏3安的纹波平均在40毫伏，9伏2安的纹波平均在46毫伏
，12伏1.5安的文波平均在46毫伏。现在换 C4 口，5伏3安的文波平均在42毫伏，9伏3安的文波平均在55毫伏，12伏3安的文波平均在62毫伏，15伏3安的文波平均在65毫伏，20伏2.25安的文波平均在55毫伏。现在换到 C3，5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28毫伏，9伏3安的文波平均值是36毫伏，12伏3安的文波平均值是38毫伏，15伏3安的文波平均值是40毫伏，20伏5安文波的平均值是55毫伏。现在测 C2 口，5伏3安的文波平均值是23毫伏，9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30毫伏，12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32毫伏，15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35毫伏，20伏5安文波的平均值是46毫伏。最后测 C1 口的文波，5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30毫伏，9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36毫伏，12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40毫伏，15伏3安文波的平均值是40毫伏，20伏5安文波的平均值是50毫伏，28伏5安文波的平均值是55毫伏。这个表格汇总了刚才测量的全部文波值，你可以清楚地对比每个输出口在空载和满载下的文波大小，文波越大颜色越浅。从总体数据看，只有 C1 口在20伏5安的时候文波最大，有100毫伏，其他的文波值都是低于100毫伏。简单一点讲，就是空载和满载的时候，电压波动的范围很小。文波测量过了，还有一个参数也必须测量，那就是过载电流。这个参数关系到它有多大的过载能力，还有超载以后会不会断电保护。如果你是非专业用户，可以快进跳过，去观看这个测试的总结。我们还是从 C1 口开始，先激活5伏的档位，满载电流是3安、3.1、3.2，这个档位能超载到 3.3 安工作。9伏，额定是3安电流，3.1、3.2、3.3，极限还是能工作在 3.3 安。12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可以超载到 3.3 安工作。15伏档位，额定电流3安，3.1、3.2、3.3，这个档位只能超载到 3.2 安。20伏，额定电流5安，5.1、5.2，这个档位极限只能工作在 5.2 安。28伏，额定电流是5安、5.1、5.2，这个档位极限也是可以工作在 5.2 安。现在换到 C2 口，先激活5伏电压，额定电流是3安、3.1、3.2、3.3，极限工作电流是 3.3 安。激活9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是 3.3 安。激活12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还是 3.3 安。激活1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可以工作在 3.3 安。激活20伏，额定电流5安、5.1、5.2、
5.3，极限电流5.3安。现在换 C3 口，激活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3.4安。激活9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极限电流可以到3.4安。激活12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可以到3.4安。激活1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3.4、3.5，极限电流3.4安。激活20伏，额定电流5安，5.1、5.2、5.3、5.4、5.5，极限电流5.5安。现在换到 C4 口，激活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3.3安。激活9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3.3安。激活12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3.3安。激活1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3.3安。激活20伏，额定电流2.25安，2.35、2.45、2.5，极限电流2.5安。最后测 A 口，激活5伏，额定电流3安，3.1、3.2、3.3，极限电流3.3安。激活9伏，额定电流2安，2.1、2.2、2.3、2.4、2.5、2.6、2.7，极限电流2.7安。激活12伏，额定电流1.5安，1.6、1.7、1.8、1.9， 2安，极限电流2安。我把刚才的所有测量结果都汇总到了这个表格。从总体看，除了 C1 和 C2 口的这几个档位，极限电流稍微有一点偏小，其他的极限电流都可以超过额定值的 10%， 所以参数表里标注的输出值都是足量的，没有虚标。我这里的气温现在有29度，300W 现在是冷却状态，表面温度有 28.7 度。我要把 300W 的输出功率拉满到300瓦，去测量机身的温度会升高到多少度。这个测试会去考验它的散热能力。这个环节的测试要特别鸣谢正点原子友情提供的4个 USB 测试仪，型号是 UT70。C1 口设定在28伏，C2 口设定在20伏，C3 口也设定在20伏。开始计时，启动负载。现在总输出功率是140加100加60，总共是300瓦。现在满功率运行有15分钟，室内温度有30度。用手感觉左侧的前半部要热一点，但总体的热量比较均匀。
测量下来最热的地方有48.8度。现在23分钟了，温度最高有54.1度，功率并没有因为过热而下降。在它周围我没有设置散热风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300W 的散热还是做得不错的。我们趁热打铁，它现在的输出总功率是300瓦，输入的电压是220伏，输入的有功功率是322.5瓦，300除以322.5瓦，它在220伏输入的情况下，转换效率是93%，把电压降低到110伏。现在输入的有功功率是330.1瓦，300除以330.1，它在输入110伏的情况下，转换效率是91%。直到现在工作了55分钟，气温有30度，最热的地方有59.3度。在满功率工作的情况下，加上没有强制散热，能有这么高的转换效率，我觉得我想给绿联点个赞。最后一个测试，这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项目，多口输出的功率分配。单口输出的功率，我们在前面的极限功率测试已经测过了，每一个输出口都能够输出足量的功率。这里的1、2、3、4、5个通道对应的是 C1、C2、C3、C4 和 A 口。好，现在从2口同时输出开始测量。C1 口输出140瓦，C2 口输出100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瓦，C3 口100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1 口140瓦，C4 口4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1 口140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2 口100瓦，C3 口100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2 口100瓦，C4 口4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2 口100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3 口100瓦，C4 口4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3 口100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4 口45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现在要测的是3口同时输出的组合。C1 口140瓦，C2 口100瓦，C3 口60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瓦，C2 口100瓦，C4 口4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1 口140瓦，C2 口100瓦
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1 口140瓦 ，C3 口100瓦 ，C4 口4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1 口140，C3 口100，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C4 口45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2 口100瓦，C3 口100瓦，C4 口4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2 口100瓦，C3 口100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2 口100瓦，C4 口45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3 口100瓦，C4 口45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好，现在测4个口同时输出。C1 口140，C2 口60，C3 口60，C4 口30，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C2 口60，C3 口60，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C2 口100，C4 口30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有问题。C1 口140，C3 口100，C4 口30，A 口22.5瓦，这个组合也没问题。C2 口100瓦，C3 口100瓦，C4 口45瓦，A 口22.5瓦，这个组合没问题。C1 口140瓦，C2 口60瓦，C3 口45瓦，C4 口20瓦，A 口22.5瓦，5口同时输出的这个组合也没有问题。最后我再给你看一个它的特点，它电源插头的接地端子是跟每一个输出孔的电源负极连通的。C2、C3、C4、A 口。如果你用这样的电烙铁 C 口供电的，你就可以直接得到接地的功能。你看，电源插头的接地端子跟烙铁头是导通接地的。这次对绿联闪充派 300W 的测试总结下来就一句话：它的所有参数没有虚标，你可以按照参数表安全放心的使用。好了，我是机电匠，我们下期见。